今天要分享的是 Cold Brew by Babinski 防弹冷泡咖啡。我们前阵子快闪了一趟韩国，这是防弹跟 Cold Brew by Babinski 合作的咖啡，陆陆续续的把7款全部都凑齐了。原来其实不好找就是我们跑了很多家超商，并不是每家超商都有进货，或是有进足够的量。瓶身的设计就是防弹，然后听说这个就是新艺术画风，所以很卡通，是这样吗？很漫画。我们总共抽到了3种口味：黑咖啡、拿铁以及香草拿铁。还有2个是要另外泡的。对，它这个有点是浓缩萃取液，它有分冷萃跟热，算热压吗？应该类似这个意思。反正就是它这个就是你糖啊跟奶精自己加，这边都是已经调好了，基本上这个都要冰在冰箱。然后这个你就可以常温收藏，他们的赏味期都很短，大概20天左右，所以如果有买的人就买来就喝吧。网络上看这个标签，原来集7个可以再换1瓶。但我们想要带回来再一次一起喝，所以就不知道原来7瓶可以再多换1瓶。对，我们来试试看吗？我们黑咖啡总共有谁啊？金、Hope、南俊还有中谷。这画风真的是太艺术感了。其实黑咖啡在超商比较容易看到，我个人觉得以包装来讲，黑色最漂亮。但是白色拍起来很亮。我要喝中谷。那我喝南俊好了。可是其实是一样的耶。对，其实是一样。我以为会喷呢。我真的就黑咖啡颜色是黑的。其实它的瓶子是透明的。倒出来好了。就是黑咖啡。就是黑咖啡。它是真的黑还是有加糖的黑啊？因为都韩文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不过喝了就知道了。你把中国笔喝了呗？好像没加糖然后有一股酸啊，没加糖的，是有一股酸味，然后好淡哦。我觉得算淡的可是好喝。网络上其实很多人说不好喝，但我觉得还可以。如果你是热爱咖啡的人，会觉得它不够浓郁，不够味，倒是真的，很顺口。它算是非常淡的解渴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其实我觉得还 OK。我有一股酸酸的味道是真的。下一位，唯一有 V 的就是拿铁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你那时候也只看到1瓶，对不对？但是已经空了，因为我一买完之后我就把它喝掉。太渴，真的太渴，就是我必须得讲，我喝的时候有点感冒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是鼻塞的状况。我唯一的印象就是很黏比较浓稠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其实它没有那么浓稠，又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甜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算是解渴的。那个时候鼻塞又有点感冒的情况喝会觉得不清爽。然后跟喝不太出味道，说是真的，他们好像味道都偏淡。这个或许可以唤醒你的记忆，因为都是拿铁，只是它多了一个香草的风味。香草拿铁，我们拿到谁？吉米跟 Sugar。开吉米好了。有香草味吗？这个香草味好像我们好甜，好甜。这香草很像我们在不可思议。我们不是有一次在日本，然后吃那个巧克力倒牛奶我觉得差不多。闻起来像。闻起来很甜，好恶心啊！让我死吧！哇，有一股很假的香精味。其实它没有那么甜它反而有一股很诡异的咖啡味，然后再加香精，就咖啡的那一股酸酸的味道一直冲出来。喉腔底部的时候会有一种很诡异的味道，闻起来很甜，就喝起来没那么甜，可是喝起来有一种不和谐的味道。拿来收藏好了，味道因为淡，所以我猜以你那时候感冒，你应该喝不出来。其实这一支的钱跟这2支的钱是不一样的。黑咖啡本身会比较便宜，但如果你是第一次想要尝试的话，我觉得黑咖啡或者是拿铁应该是首选，可以接受的。香草拿铁就可能是今天准备挑战新事物，已经有一个冒险的热忱了。那你再尝试，再来试试看这2包。这个是后来出的，这个。我们先试这个好了。小心，紧张。包装袋想要留下来。它里面几包2样这么少哦？2、4、6包，一样也是有可以换的贴纸。它是液态的它是水什么意思？因为它就是强调冷压嘛，不是冷压，应该就冷萃。它真的就是浓缩啦，应该这样讲，它就是浓缩。所以就是倒了它之后，然后再看你要加热水还是加冷水。我没有买牛奶，要不然可以再加。可以试试看牛奶，还蛮好猜的。
哇，要加多少？应该就是叫做 espresso， 热水冲下去味道好香哦。因为我本身没有喝咖啡的习惯，我不知道这样算厉害还是普通哎。好恶心，好像一定要加牛奶哈，要不然它就会是一股。比这个还可怕的东西。你要不要先这样喝一口？哦，在它浓缩的时候，它原本的味道是怎样？哇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这一款酸味很重，所以它浓缩之后，它的酸也加倍了。你喝喝看，我不要，但它味道香的，我好酸哦。但是是酸的。有些人会特别喜欢酸，因为可以挑起味蕾。哇！但我喜欢偏苦。好，冷的看看。水加太多了，没什么味道。哦，但是酸味就降低了。你如果把它拿来当消水肿啊，或是你运动中间，有时候人家说你运动中间配咖啡是可以帮助你新陈代谢，它应该就不错用。但是酸味真的比较少。最后一个最近出的 Hot Brew 应该会好很多。可以 OK， 一样也是液态，是漂亮啊，包装很漂亮。猜了，猜吧。我也猜。OK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就不要太多，是那这样就好。跟酸味比，我觉得很不一样比较淡，比较淡，然后泡热的很好喝，泡热的比较好喝。我觉得这个泡热的比较像是想象中的咖啡，然后这个泡热的跟我平常想象中的咖啡不太一样，是因为它的酸味跟我印象中的咖啡直不太一样接。冲了10几倍，猜是不是冷萃的关系，所以都偏酸味重。因为只有这一个，它直接写 hot brew，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这一包哎。总之这次这个噱头很好啊，因为它的瓶身真的是很美。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本身就是这个味道啊，本身就是这个口味的话，那有可能就刚好是符合韩国人的口味嘛。但对于我来讲，我不是很能接受。我也是，我不喜欢这么酸味重的咖啡，而且它越调味让我越害怕。香草这个真的好可怕哦，怕怕。对，我觉得去韩国试的话是真的要试一下，先不管好不好喝，但是去了解韩国人的文化，主要是瓶身我真的觉得美啦，我个人觉得真的很美。每个人的画风其实都很少女，不过第一时间真的很难认这些人是谁。如果你要保留，想要保留有咖啡还是倒掉？但倒掉啊，但你不觉得留着咖啡，反正你也不会喝了嘛，你就留着，有个重量摆在那。这样我很害怕里面东西长细菌。会这样吗？你没有开不就不会长吗？你不知道里面的世界。以上就是 Cold Brew by Babinski 防弹咖啡分享介绍，拜拜 ，See you。我们继续吃早餐。网络上看人家分享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啊不好喝不好喝，所以照理说，我今天是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因为这样会觉得又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非常不好喝。不过我觉得香草是有突破那个不好喝的极限。你准备好，心理准备了，但你喝了还是会觉得哇 ，Oh my god！黑咖啡不甜呐，所以好像配甜甜的东西应该还可以吧？酸味就压过去了，变得有时尚的味道了。你还要再挑战一次吗？你真是勇敢，You are so brave。好恶心啊！他真的没办法刹车它潜藏在香草精后面的那股咖啡酸味，他们会一直攻占你的味蕾。不要不要不要！我真的比较偏好这个，一定要买红色，我觉得红色真的是好喝。